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各位观众朋友们，出大事了，出大事了！很多人都喜欢用的 TP 钱包出事了。我今天一睡醒啊，就看到各个加密货币群组里面都炸了锅，很多人的 TP 钱包里面的钱直接全数归零了。哎呀，我的妈呀，太可怕了！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哎，你们仔细听好了，我给你们分析一下，这里面啊还有更深层次的东西呢。哎，今天呢我会带来一些我的个人理解能降低资金风险的使用钱包的习惯啊，因为现在出了这种事儿嘛。其实啊，钱包被盗这类似的事儿啊，基本上每天都有人发生。但是呢，哎，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避免这种风险的操作。顺便呢，我还想通过这个事件来证实一下我之前的人性心理学的预言啊，都说准了。具体是什么呢？你们仔细听好了。前几天讲了一些生活感悟啊，今天咱们的主题就回归讲金融啊。我今天还会从链上的一些数据分析，讲一下以太坊和比特币的接下来的走势的可能的情况啊。那在我说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了韭菜了，那可不能怪我啊！以后呢，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就在留言区回复这个数字，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我就可以给你转账奖钱了啊！也有可能是忘了说，那就是没有数字。并且呢，把我的节目转发分享到 Telegram 呀、Twitter 呀、Facebook 等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好，来讲主题啊 ，TP 钱包被盗的事儿，这个事件发生在今天的凌晨啊，基本上这个时间点都是国人熟睡的时间啊。那既然能在这个时间点作案，表明它的隐蔽性很强，并且大家都在睡觉，就很少会有人发现自己的钱包被盗了，并且传播消息，这种可能性就会降到最低。在这个时间作案的成功率和效益是最大的。可以看出来呢，作案人是对 TP 钱包 APP 的用户作息数据很了解的，对国人的生活作息很了解的。那这个事件造成的损害也不算多，也不算少吧。目前网上说的是有2000万 U 被盗啊，这个数字真不算多啊。面具人我会员群里面的能拿出来2000万 U 的大佬至少有20个人以上啊。不过呢，这个受灾范围也算是挺广的，有人损失了2-3千 U， 有人损失了几十万、上百万 U 的都有啊。目前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你们猜官方给出的解释是什么不？猜一下。可能有聪明的观众网友都猜到了啊，给出的解释当然是万能的黑客呀！我们被黑客攻击了，钱被盗了，反正不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是黑客的问题。大家还记得我在熊市到来之前给大家说的一些预言和预判不？我当时就说大环境不好，肯定会有很多项目方跑路收割的，然后呢，再把这些问题甩锅给黑客。我被攻击了，我也是受害者，表面上装的可怜，实际上呢是搞黑活。那 TP 的它这个钱包被盗的逻辑啊，其实是通过 TP 钱包内置的 Traffic Swap 的交易功能把币给转走了啊，也就是说，你用过 TP 钱包内部的这些交易呀、闪兑呀、兑换币的功能。你只要用过，你都有可能会被把钱转走。其实从法律的层面来说啊，如果客户是使用你程序内的功能而导致了财产损失，并且呢是非主动的，他不愿意的，是被你强制把钱弄走了，那你项目方是要全额承担责任的，要赔偿的。但是呢 ，TP 项目方在这个钱包被盗、钱被转走事发的第一时间，就把责任推卸给了黑客，还发布了这个公告。你们看图啊，看到没？他公告说的是某某某黑客已经把钱转走了，
我们正在联合大数据链上团队、安全团队帮大家追查资金。他这个公告出来了，搞得自己成了帮消费者申冤探案的英雄了。哎，那这就直接翻转了嘛？啊，这个锅就不在他自己身上了啊！你们的钱没了，是被黑客盗走了。而且呢，你看我 TP 官方项目方多好的，还要帮你们去追查资金。其实面具人，我觉得这个事件啊是有备而来的。你们看这张图啊 ，TP 的公司早在2个多月前就已经注销了，他的公司已经关门大吉了。而且呢，这个公司的法人复判啊，很可能已经出国了。那这个人到底在不在国外啊？具体要查一下他的出入境记录啊。其实这个也很简单，花点钱就能查到的事儿。哎，我估计啊，他8、9成已经是出国了。那如果说这个 TP 公司注销了，其实从法律层面、公司法层面能追究公司的责任就很难了，并且呢，国内的法律是不承认虚拟货币的。人家国内早就发布公告说过了，我党发的红头文件啊，说的是虚拟货币交易受损、诈骗后果自行承担，官方不予以受理。也就是说，你玩加密货币，你亏了，你被骗了，你别找共产党，也不会管你啊。这事儿我提前就给你说好了啊，这不受国家法律保护。也就是说，中国的派出所是不会管这些事儿的。而且呢 ，TP 搞的这个金额也不大。你说人家房地产暴雷、银行暴雷，几十个亿、几百个亿、上千个亿，人家国家都不管呢，你这区区的1000多、2000万，哎，真的是没啥意义。而且呢，能干这个事儿的人，很可能都已经跑到海外了，你把他砸也砸不了。这个事儿呀，最后呢就会成为无头冤案了。不过呢，哎，现在有一个有趣儿的事儿啊。TP 项目方可能也是不想把事情闹大啊，又或者他有别的想法。网上现在传说啊，黑客已经返还了70%的被盗资金了，哎，也就是说，这个资金大部分已经追回了。哎，我觉得这个事件的发展有点神奇了啊。一般来说，黑客把钱拿走了以后，怎么可能再给你退回来呢？哎，那说不定是因为这个事件之后可能还要玩个大的呢，所以呢，哎，事情会发展的如此神奇啊。那至于日后会怎样的发展啊，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再发生，剧本的发展我们还要再观察观察。但是你们要记住，你在币圈玩啊，你不管是投哪一个项目，任何一个项目方你都是控制不了的。有良心的项目可能会带你赚点钱，给你点实惠。不过呢，币圈 Web3 领域99.9%的项目方都是奔着坑你来的，明白了没？能赚简单快速的钱，轻松的把钱赚了，谁给你啊卖命费死费活的啊辛辛苦苦的做软件做应用呢？对吧？而且呢，搞什么区块链融资呀，这你给他妈的投了几百万几千万什么的，有50%的可能是虚假新闻，就是为了告诉你啊，这个项目很牛逼，融资融了几千万、几个亿，来，你赶紧投资吧，不会出问题的。有另外一半的可能性呢，就是洗钱啊，人家那些白手套跟这些，尤其是中国人啊，很爱搞这种事儿，跟国内的这些当官的沆瀣一气，帮国内的这些官员啊，把他们的资金转移到国外，换成加密货币转移。然后呢，顺便再说一下啊，自己得到了什么几千万的融资，然后呢，再顺便的割一下你们这些傻逼的韭菜，明白了没？啊，这些项目方你是控制不住的。那既然你控制不了别人，那你就只能管好你自己了，对不对？只能管好你自己，不去冒风险。我建议大家在交易的时候啊，平时使用的时候，准备2个以上的钱包。留一个或者几个钱包专门用来存钱，这个钱包只转币不交易不授权。你如果说想要交易，你可以先把这个钱包里面的钱转移到另外的一个你常用的交易钱包，再用交易钱包去交易，交易完了以后再把币转到你的存储钱包里面。交易钱包你平时可以不留钱，或者是少留一点点儿。
这样的话，你的资金基本上就安全了。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行情啊。在10月13号的 CPI 公布之前啊，会有5号和7号的非农数据公布。不过，按照以往的非农数据公布的历史来看啊，只要公布的数字不是太难看，那么它对盘面的影响都不会太大。有趣的是，在 CPI 公布之前啊，链上数据显示，比特币的长期持有的筹码的占比有所提高，而以太坊的质押率也在提高。这些数据都显示出来了，市场的恐慌有所缓解，人们甚至会在美国 CPI 数据公布之前考虑长持了，或者也不抛售了。那这也是市场回暖的信号，并且呢，我们间接的可以看出来啊，庄家在这段时间并没有想砸盘的举动，毕竟距离下一次加息还有1个多接近2个月的时间啊。这些时间已经很足够庄家们营造一波小高潮、小激情，然后呢再割一波韭菜了。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段内把市场摧毁，意义不大。我只能说，如果我是庄家，我应该不会做这种事儿啊。那更别说人家比我聪明得多的那些人啊，可能也不会，或者说更不会做这种事儿啊。我觉得市场啊真的是有所回暖了。你们看嘛，以太坊在$1300已经站了有一段时间了，而比特币也站住了，并没有出现网上传言的说啊，比特币要去15000了、14000了，对吧？比特币还基本上就是在19000、20000这个区间来回蹦，而它在这样来回蹦的时间越长，它就越不容易造成恐慌了。其实你们记住啊，有一个很有趣儿的现象啊，那就是在牛市啊恒久必跌，在熊市啊恒久必涨。真的，牛市的时候啊，你看它涨不上去了，一直在那儿横。我告诉你，这种现象啊，大概率都可能会跌下来。而你在熊市的时候，你看它在那儿横，哎，一直横着不往下跌，这种现象啊，大概率可能接下来就是要涨了。不信的，你们可以去调用一下，查一下往期的一些 K 线数据啊。我觉得接下来啊，你们可以拿出来一部分资金做一个中线投资，搏一搏13号嘛，对吧？如果说13号公布的数据漂亮，那接下来就是涨嘛。如果说数据不漂亮，你投入的本金又比较少，那你的风险也是不大的。所以我建议啊，你可以控制在2成仓位以内啊，做一个中线的投资。你可以把今天或者明天你找一个合适的点位买进去，然后就等上2个礼拜嘛，看一看。另外呢，你再拿个2到3成的仓位去做短线对冲你的风险就好了，明白了吧？OK， 如果你们想要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得到我最及时的点位分享和参加高倍率的早期项目，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祝你好运，再见，1889。